来人本是纵横天下的混沌至尊，几万年来恶行天下，有人因为恐惧将他奉若神明，也有人用他名号来指小儿液体，天下顶级强者无不出自他的座下。可今天却惨遭众弟子围剿，对此我只是无聊的打了个哈欠。一道空灵的佛号声响起，师傅您曾点化我的人生，只要你交出盗走的佛门秘宝，贫僧可念此恩情饶你一命。这个恐怕有点难度啊，那些玩意儿我早就传递给地主老财报金币了。可我话还没说完，一个佛光凝成的拳头就砸向了我的面门。怒目罗汉加抗暴喝一声，魔头受死！恐怖的爆炸声在苍穹炸响，而我却轻轻松松的单指就抵住加抗的拳头。好拳法，可光凭拳脚可是杀不死为师的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紫色的触手忽然搭在了我肩膀上，紧接着数条同样的触手凭空浮现，将我死死缠住。一个手撑油纸伞的青发萝莉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后。恩师命数已尽，妾身来接您回地府了。见此我不由一声轻笑，知道物理伤害杀不死我，就想直接拒我的魂吗？加抗见我被束缚住大喜，赶紧照出降魔杵，二话不说猛然砸向我的胸膛。看着插进我胸膛的降魔杵，略有些惊讶，好徒弟学会藏东西了。这封魔杵倒有些出乎为师的意料，我正想把它拔出来时，又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：师尊怎么被擒住了？你们悠着点，可别把他的肉身打坏了，人家还想把师尊的尸首炼成傀儡，藏在闺房中日夜侍奉呢。人家这处子之身可一直为师傅您留着呢。话落，铺天盖地的雷光袭来，师傅，本姑娘已经给过你无数次回头的机会，为了天下苍生，今日我绝不会再留你性命了。来人正是我的大弟子正天盟盟主武林剑仙池小小。看着他，我轻叹一口气，看来为师今天是真的在了。我可爱的弟子们呢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吧，为师绝不会做任何抵抗。池小小眼中满是不可置信，师尊你终于愿意认输了。我反手竖起中指，做了个鬼脸，当然是假的了。言罢，我的肉身迅速化作一团虚影，原地只剩下个孤零零的降魔杵。李铁锤皱了皱眉，没想到这都能让他跑啊！师尊果然神通广大。师姐，你说我们还能再抓到他吗？迟迟没得到回应，李铁锤不由疑惑地扭头看去，结果就见池小小一脸委屈地抿着嘴，眼泪跟不要钱似的不断滴落。众人连忙上前柔声安慰，可池小小反而哭得更凶了。铁锤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明明喜欢师尊，却又不肯说出来，真是嘴硬毁一生啊！与此同时的某个卧室内，我靠在椅背上狠狠地伸了个懒腰。原来1周前，我的电脑上莫名弹出了个全能修仙系统的游戏，原本我以为是个垃圾游戏，可我却发现这游戏要是能攻略所有女角色，就能获得神秘大奖。为了那所谓的神秘大奖，我在游戏里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比如故意制造英雄救美的场面刷好感，等好感度刷满，妹子主动来表白时，我再一口拒绝，扭头跑去攻略下一个目标，徒留妹子在原地凌乱。得亏这是游戏世界，不然我肯定会被反复碾压800次。看着显示的超级大礼包，兴奋的我早就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。豪华大别野限量版跑车，小爷来了！可当我满怀期待打开礼包的时候，却传来系统的声音：恭喜您获得全能修真穿越之旅，您将以金丹修为穿越到游戏世界，体验真正的修真人生。我一脸惊恐地看着屏幕上的字幕，我尼玛这是要弄死我呀！没等我拒绝，一阵眩晕的感觉直接将我吸进了游戏。正天盟内院，忽然响起一阵剧烈的呕吐声，我扶着墙一边呕一边吐槽：这系统就不能人性化一点吗？穿个越比坐2个半小时的过山车还难受。话说你把我送来的这地方，我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呢？系统解释说，此地正是正天盟内院。闻言我顿时忍不住破口大骂：你这坑逼系统，出生点选在正天盟，是巴不得老子赶紧死吗？快他妈放我回去！系统却一副死不死跟他没关系的表情。若想回到原世界，需要修炼到大成才能开启万界穿梭功能。这边的动静很快就引起了巡夜弟子的注意，我吓得冷汗直冒，手脚并用的翻进了身旁的院子里。这要是通报上去让池小小发现，我恐怕连个全尸都留不下来。长这么大可是连女孩子手都没牵过呢。结果我一抬头就看见一个身材傲人、面容姣好的少女裹着浴巾走到了我身边，四目相对时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这下完犊子了，再见了这个美丽的世界。安然也没想到半夜会有人闯进她的房间，慌忙后退2步质问道：你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我汗流浃背的挠了挠头，那个我要说我是穿越过来的，你信吗？这离谱的解释顿时气得安然浑身颤抖，身后摆放的零件也在此刻发出嗡鸣声，下一秒直接飞到安然手里。只见他挥剑直取我的脑袋，登徒子，给我去死吧！我堪堪躲过这一剑，还想要狡辩，可怒火攻心的安然压根不听。既然不听，那就别怪我施展下3滥手段。我看准时机，纵身飞扑，一把抱住了安然的腰肢，随后大手一挥，直接把安然仅有的浴巾扯了下来，随后一脸欠揍的挥动着浴巾叫嚣：这下看你还怎么动手！刚才你耍的剑法不是很凌厉吗？现在怎么一动也不动了？你要是不管我的话，浴巾我可就带走当纪念品了。闻言，安然紧握灵剑，周身灵气激荡，恶狠狠的就朝我扑来。还给我！那条浴巾可是很贵的。眼见大事不妙，我一个闪身就朝着旁边躲避，同时也认出了女子用的剑招为水灵剑法。水灵剑法是我创造的唯一一个水属性起手高爆发的功法。不过作为剑法的创造者，我知道它有个致命的缺陷，恐怖的威力会随着攻击次数递减，只要能躲过前几招，接下来的即便是个凡人也能轻易接下。随着前几招已过，我一个空手接白刃，轻易的接下了致命一击。紧接着我双掌微微用力，原本锋利的剑身出现了裂痕，随后在安然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灵剑崩碎成了无数个碎块。看来姑娘这是买到假货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个大嘴巴子扇飞了出去。你这淫贼都干了些什么？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零件啊！
安然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该死的淫贼，你要怎么赔我？7天之后就是宗门会考了，没有零件的话，我要怎么对付外门的张宇航？看着他失落的样子，我一把将浴巾盖在他的头上。虽然我现在没钱赔给你，但我承诺我可以想办法补偿你。闹得太大动静，把外面的人引进来也不好。听到这话，安然才后知后觉的红着脸转过身。这人能轻松毁掉我的零件，实力肯定不简单。现在有把柄在我手上，或许是个机会。于是他竖起一根手指，放你走可以，但除了零件的赔偿，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。7天后就是郑天盟的弟子会考，冠军的奖品是一把上品零件，而这次会考的形式正好是2对2比试，我要你帮我夺冠。见我眼神飘忽，安然顿时皱眉不悦，我有些尴尬的说道：“可以是可以，只不过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？”安然身子一僵，连忙大喊让我转过身去。我无奈的摆了摆手，眼睛却拼了命的往后瞟，明明全都看过了，还这么小气。安然猛地回头看过来，你刚才在逼什么呢？我在感激您心胸宽阔，肯定会放过我。安然气呼呼的拉紧黑丝，油嘴滑舌。虽然那柄零件是重中之重，但今晚损坏的家具你也得照价赔偿。我有些气愤，凭什么？那些不都是你自己打坏的吗？安然摇晃着手中的令牌，就凭你偷溜进我房间这事，以我的身份都能捅到池盟主那里。我呆愣愣的看着那枚令牌，竟然是郑天令，这玩意一共只有3枚，你手里为什么会有？难道你是池小小的首席大弟子安然？安然娴熟的盘好长发，原来你这不长眼的淫贼还知道我的名号。我难以掩饰心中的悲伤，怎么偏偏就进了他的屋子？先表面答应下来，之后再找机会跑吧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答应的话刚说出口，就被这小妮子关进了杂物间。明日杂物间的封印会自动消散，我在练武场等你。不是大姐我上厕所怎么办？你先别走，好歹给我留床被子。我颓废的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没想到昨天还是叱咤风云的道明寺呢，今天竟会落得如此下场。突然柴房内不起眼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，这个世界的衣着这么先进的吗？系统这个老六却忽然冒了出来，吐槽我还有这种不良癖好，吓了一跳的我反手就是邦邦2拳。宿主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人家可是你最亲的修仙系统啊！我一把揪住系统的脸疯狂拉扯，你还好意思说怜香惜玉？知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有多危险？你怎么不怜香惜玉吓我？系统捂着脑袋上的2个大包非常委屈，人家不是给了你金丹期的修为吗？还要人家怎样？这话差点给我气笑了。这游戏里只有后天先天以及宗师和仙人，哪来的金丹修为？我更是气急败坏的把裤衩子套到系统头上，避免夜长梦多，明天必须得找机会跑路。于是第2天我就伪装成草丛悄悄往外挪。这时我忽然发现前方聚集了一大群人，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我下意识的向着人群而去，而此时的人群中，张宇航正叼着朵玫瑰花搔首弄姿。安然满脸厌恶的看着张宇航，本小姐都拒绝他100次了还不死心。想到这，安然转身就走，只留下了一声冰冷的滚。恼羞成怒的张宇航闪身挡在安然身旁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信不信张家明天就停了对郑天盟的资助，到时盟主追究起来，指定没你好果子吃。安然烦躁的啧了一声，内心1万头草泥马在奔腾。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，一眼就看到了举着树杈悄悄溜走的我，下一秒直接就闪现到了我身后。你最好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这。见安然当众和我拉拉扯扯，张宇航顿时就破防了。然，他是谁？安然转身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，不好意思，我恐怕不能和你组队了，我已经决定和我的道侣禽兽学弟一组。张宇航崩溃了，你说什么？安然拉着我快步走出人群。张宇航朝身后的老者沉声道，去给我查清楚，这个叫禽兽的是什么来头？敢抢本公子的女人，无论如何他都死定了。另一边我被迫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了血手印，为啥非要用血来按手印？难道连个印泥都没有吗？谁让你这家伙言而无信？我只能用这种以血为契的法则。闻言我顿时一愣，听着怎么有种魔教的风格？恭喜你猜对了，这就是在魔教引进的心魔血式，一旦违背就会心脉逆流当场暴毙。报名费我先帮你垫付了，回头记得一并还我。完犊子了，这下是真跑不掉了。且不说被池小小发现的后果，我一个金丹跑去打生死擂台，纯是找死啊！按我以前看的那些玄幻小说来看，宗门弟子大多都是炼气和筑基期，就算郑天盟是顶级势力，我这金丹修为也该比那些普通弟子强吧？不过想矮冬瓜那种世家弟子，手上定有越阶对敌的法宝。于是我迅速跑到一个无人的角落，坑爹系统给爷醒醒！这种时候你怎么睡得着呢？有没有什么厉害的防具给我，或者报点金币给我，我自己去买也行。系统骄傲地竖起手指，解锁系统任务。任务1，打脸张家老祖。任务2，随便掀一名女性的裙底。我正义凛然地拍了拍胸脯，我处生像是那种会去做任务2的人吗？完成奖励100哦。3分钟后，我顶着个新鲜的巴掌印找到系统，完事儿给钱。我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张氏断宝阁，掌柜的直接拿出了镇馆之宝。我拿着一面金灿灿的盾牌，满脸狐疑地看向老板，这玩意真能挡住先天境以下的攻击吗？掌柜的信心满满，这件护盾绝对没有问题，本店假一赔10。我稍稍用力，原本坚不可摧的护盾直接碎了。我拿起破碎的一角询问掌柜，你确定质量没有问题吗？掌柜急忙从我手中夺过那原本坚不可摧的护盾，这个可能是工匠在锻造时出了点差错。接着又取出一把零件，要不您再看看这把零件。我随手舞了2下，我要的是防具，你给我把剑干什么？公子可别小看了这把剑，它不仅能自动护主，还能硬扛先天3重高手的全力一击。剑倒是不错，只是这是不是有点太脆了呀？我只是轻轻一弹，它便断成了2截。看着插在柜台上的半截剑身，老板和我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。你们就是想宰客，也不能这么敷衍吧？
老板擦了擦冷汗，强装镇定吧。公子莫要着急，接下来这些要再有问题，店里的东西你随便拿。正当我跟掌柜的研究接下来的灵气时，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死死地盯向了我。张家阁楼中，张宇航眸光阴沉地扫过手上的卷轴，随后猛地将卷轴砸向老者，连个身份都查不出来，本公子要你这废物有何用？老头慌忙跪下请罪。郑天盟所有弟子小的都查过了，里面根本没有叫禽兽的人。张宇航正想继续呵斥，却见一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少东家不好了，有人在砸店啊！店里那么多极品防具和兵刃，你们拿着防身还怕砸店？可是那人真的把店里兵刃防具全砸了呀！而此时的我看着手里被掰成两半的最后一件灵器，陷入了沉思：是我实力太强了，还是你这家店真的太坑了？我拍着墙上假一赔十的标语破口大骂，拿一堆破烂货来糊弄我就算了，说好的赔十呢？掌柜声泪俱下的瘫软在地，店里的东西都被您砸完了，实在拿不出东西赔给您了呀！我指着远处精致的宝箱，那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掌柜看向我指的方向一惊，那可是小店的镇店之宝，是非卖品。不等老板说完，我就一把将那盒子抓了过来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忽悠我？拿来赔偿我的损失正刚好。可当我看到盒子里的东西时，兴奋的表情瞬间就垮了下来。我失望的摆弄着这副诡异的面具，这玩意不是我以前丢掉的垃圾装备吗？怎么在这混成镇店之宝了？就在这时，匆匆赶来的张宇航暴喝一声：“给我拿下！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被两个大汉给架了起来。本公子正愁上哪找你呢，没想到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说着话，张宇航取出一柄匕首，狞笑着舔了舔。本公子今天就废了你的烦恼根，到时候你就只能在边上看着本公子和安然快活。切下来的东西我会送还给你，留个纪念的。这话听得我弟弟一凉，慌忙挥舞着四肢想要脱困死变态。挣扎之间，我一脚踢中张宇航的下巴，他整个人硬生生的被镶嵌在了天花板上。我的内心惊叹不已，难道这是这个世界的特殊的碰瓷方式吗？趁众人惊讶之际，我挣脱了两个大汉的束缚，一把捡起地上的面具，拔腿就往外跑。然而一道浑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砸了我家的店，还打伤了我家少主，你就想这么若无其事的离开？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一道紫红色的火球便已袭杀至我身后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赶忙将那鬼脸面具挡到身前，轰隆一声，大量尘土瞬间冲飞了阁楼所有的门窗。可当烟雾散去后，我不仅没受伤，甚至连衣服都没脏。老头双眼微眯，居然能毫发无损地挡下老夫一击，是那件法宝的作用吗？老头猛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，磅礴的灵气凝聚成利爪，铺天盖地地朝我门面袭来。可下一秒，安然却忽然出现横剑替我挡下了这一击。劫后余生的我一把抱住安然的大腿：“你可要保护好我呀！我要是死了，可就没人还钱给你了。”安然熟练地揪住我的衣领：“我报个名的功夫，你怎么就惹上张家长老了？还不是他们家卖假货，说好的假一赔十，现在欠了我几百万灵石不想还。”闻言，安然的双眼立刻闪烁着光芒，紧接着话锋一转：“这位老前辈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按规矩把灵石赔偿给我的禽兽学弟。”老者脸色阴沉无比：“你们是想和我张家为敌吗？别忘了郑天盟背后是谁在支持。”安然轻抚手中长剑，这可是上百万的灵石，别说得罪你张家，就是动用郑天令的力量也在所不惜。见这小妮子一副精虫上脑的模样，我就知道她靠不住。忽然发现张宇航躺在地上不省人事，身边还恰好散落着纸笔，办法这不就来了吗？趁着两人对峙压根没心思管我时，却被一道嚣张的声音陡然打断：“老毕登，看这边！”我高举刚写好的欠条：“你们少主已经主动把欠条打好了，尽快把300万灵石准备好送过来。”张家长老直接傻眼了，这特么是人能干得出来的事？可我才不管这么多，招呼着安然扭头就跑。安然却在这时提出灵石必须要3七分账。张家长老站在原地没有追的打算，我张家的东西可不是谁都有命拿的，就让这小子来当老祖宗复活的容器吧。原来在离开张家锻造阁后，安然就强拉着我回去洗澡了。这种好事我本来没有拒绝的理由，可让我想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要把我和你铐在一起啊？安然却表示我现在可不是人了，而是300万灵石，这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。只要能拿到这笔钱，他就能暂时稳定住郑天盟的财政，应该可以支撑到师尊出关。这时安然猛地一挥手，直接把打算开溜的我拽了回去。从今天开始到大比结束，你都不准离开我的视线。我无奈地晃了晃锁链，以自己金丹的修为，果然是很难逃出郑天盟的，而且一旦被池小小发现，肯定会被大卸8块。这时我灵光一闪，连忙将那副鬼脸面具翻了出来。这东西虽然是我开荒时用的垃圾装备，却有着屏蔽灵气的功能。不过它为什么能挡住地仙的攻击呢？难道是张家把这玩意给强化到满级了？于是我直接叫出了系统：“你有没有扫描装备属性的功能？”系统昂首挺胸的娇哼一声：“不好意思，杂鱼宿主，本系统暂未解锁扫描功能。”闻言我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这点本事都没有，我要你何用？还不是带你穿越过来的负荷太大，这才导致我丢失了大量数据，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。要不我还是穿越回去让你恢复原样吧。杂鱼宿主是想半途而废吗？既然接受了穿越礼包，就要好好负责呀。我垂眸苦笑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在这个神鬼妖魔横行的世界，我一个菜鸡金丹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。系统见状开始了不
其实你的修为也不是不能提升。我当即抓住系统一顿乱摸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现在就赶紧跟我双修吧。一道清脆的巴掌身后，我已经乖巧的跪坐回了地上。丢失的游戏数据散布在整个大陆的各个角落，大多都是你曾经去过的地方，所以想收回数据，你就要再次通关这款真实的游戏。这话顿时让我自信心爆棚，这世界上就没有我通关不了的游戏，更何况是刷个2周目。话说打脸老祖的任务不是完成了吗？任务奖励呢？我是让你打脸老祖，不是打脸长老。我刚想问有什么区别，一股恐怖的灵力却忽然从腰间的面具爆发出来。多少年了，这些小崽子终于给我找到了合适的容器。小鬼，准备好献上自己的肉身了吗？安然赶紧抓起浴巾，拎起宝剑就挡在了我面前。紧接着数道黑炎向我们飞来，安然本想抬剑抵挡，可黑炎却直接覆盖了他的全身。中了招的安然发出一声闷哼，随即倒头就睡。躲在身后的我直接被吓得瘫痪在地。我亲爱的大师姐啊，你赶紧起来打败他呀！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间。张家老祖再次朝我挥出一道黑焰，在黑焰钻进身体的瞬间，我就扯着嗓子一顿嚎。可嚎了半天，我却发现这黑焰压根对我没有半伤害。难道因为我的是穿越者的缘故？看着被黑焰包裹的我没了动静，张家老祖大笑着朝我飞来。小逼崽子，你的身体现在就是我的了。随即化成紫色的雾气钻进我的眉心。可是在进入我神识空间后，张老鬼直接就傻眼了。这小崽子的神识空间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这时一双白嫩的小手忽然拍在了他肩上，张老鬼吓得屁股一紧，转身便挥出了数道黑炎。可惜黑炎才飞到一半，就被系统一巴掌全给扇没了。张老鬼一脸懵逼的看着人形系统，你小子的灵魂怎么是个女的？难道你是个人妖？我一记旋风腿就踹在了他脸上，直接给这老头踹飞了800米。你才人妖，你全家都是人妖。张老鬼眸光阴沉的站起身，别以为体内有2个灵魂就了不起，老子我1打2照样打得你们满地找牙。我双手抱胸不屑的冷哼一声，老壁灯，在我的意识空间里还想闹出话来。待老鬼看清我的模样后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不是千年前祸乱了整个世界的道明子吗？直接一个画柜扑到我身前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道明子大人饶小的一命。我有些惊讶的看向这老头，你怎么会在面具里面？小人境界太低，为了苟活性命，就在死后将灵魂封印在了面具中。张老鬼刚解释完，我反手就是一个大笔斗，随后朝系统摊开手，这下打对了吧？快把奖励给我！系统气哼哼的丢给我一件神器万古魂幡，我有些无语，随后愤然将其摔倒了地上。你管裤衩子叫万古魂幡是吧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身上的魂幡扯下来？我皱眉看着内裤上的骷髅，这图案确实有种强大熟悉的感觉，不能光看外表，试试再说吧。可当我运转灵气挥动起来时，耳边突然响起提示音，使用道具需消耗10万灵石，宿主灵石不足，请及时充值。我去你大爷的10万灵石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系统得意的轻笑2声，抢劫哪有坑宿主来钱快？我刚想和系统开队，这时我猛然回首看向张老鬼，你们张家好像挺有钱的吧？又顺手给张老鬼来了2个大逼兜后，我一把扯断手腕处的镣铐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假装被夺舍，然后去张家狠狠捞一笔大米。另一边的张府内，一名侍卫急匆匆的跑到大殿门口，家主大人，有名叫禽兽的少年求见。等我到门口时，家主已然带着张家众人恭候着我的到来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直接询问老鬼，成功夺舍后回家有没有什么需要对的暗号？您直接说我亲爱的孩子们，我回来了就行。却没想到这老鬼告诉我的暗号竟然是假的。我没多想，清了清嗓子，小逼崽子们，你们的老祖宗回来了！张家众人齐齐跪倒在地，恭迎老祖重生归来。我摆摆手示意他们起身，随后冷笑着回头看向张老鬼，老东西果然在骗我，等下就让你飞起来。张家主起身凑到我跟前，兴奋道：这次荒古秘境的大比有父亲坐镇，我张家一定可以拿下宗门宝库的钥匙。闻言我心中骤然一紧，荒古秘境，那岂不是那不是我爱徒轮回炎君1灵的地盘吗？此时一座白骨铸成的宫殿中，端坐在主位上闭目养神的萝莉忽然睁开了眼，熟悉的气息，是他又出现了吗？一想到这次的大比是在1灵的地盘上，我连调戏张家老头的兴趣都没了。虽然这个面具可以隐藏气息，但我不可能把身家性命全压在一件低级装备上。原本还想给这帮冤大头留点的，而今看来怕是一点都留不得。于是我清了清嗓子道：秘境之事稍后再议，我刚夺舍需要时间恢复，可此次大比关乎我张家的生死存亡啊！你他妈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爹我需要大量灵石恢复修为，还不赶紧去给我准备？张家主擦去光头上的口水，转头朝大长老吩咐，把张家所有的资源全都搬过来。大长老正要离开，张宇航却突然开口叫住了他：你们被骗了！这家伙除了进门时的语气像老祖，其余行为都模仿得很刻意，你们难道没觉得不对劲吗？老祖宗前几次夺舍回来，可从来没索要过家里的财物。听到此言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小壁灯竟如此机敏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只有先下手为强了。我抬脚就是一个飞踢，小崽子居然敢质疑你老祖宗，我他妈直接就让你飞起来！大长老连忙看向家主，老祖宗下手会不会太狠了？可张家主却一脸惆怅的摇了摇头，同时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被当球踢的那几年，张家主就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你不懂，
这就是父亲表达爱意的方式啊！父亲肯定是知道宇航不愿意和皇家联姻，这才故意打晕了他。接着他转身指着张宇航怒斥道：“来人，立刻把少主抬去和皇家那丫头双休！”看着昏迷的张宇航被抬走，我忽然发现自己金丹的实力还挺强的。半晌过后，张家主一脸谄媚地凑到我跟前汇报道：“父亲，张家所有的资源我都叫人带来了。”我淡然地嗯了一声，正想故作高冷，结果眼睛刚睁一道缝，那光芒强烈到差点刺瞎我的狗眼。张家主有些愧疚地搓了搓手：“抱歉，父亲，目前家中能直接动用的资源就只有这些了。”我颤抖着抓起一把灵石，修仙世家这么有钱的吗？这一下万古魂幡还不是随便用。我眸光森寒地看向边上的梁老头，要不要挑一个收进万魂幡，试试我金丹期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就在这时，张家大殿忽然被人一脚踹开，安然一手持剑，一手高举正天令。正天令在此把我的300万不是，把我的秦师弟交出来！张家主骤然爆发出恐怖的气势：“小丫头，正天令这玩意糊弄守卫就算了，还想唬住我不成？”安然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闻。难道你张家要背叛正天盟不成？张家主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，反叛自然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在迟盟主出关前，弟子突然失踪也不是不可能。安然举剑冷哼一声：“那就看你能不能在我告知师尊前杀死我吧。”这时我突然闪身挡在两人中间，都给老子住手！我这次可是要和这小丫头一起参赛的，你现在杀了她，还怎么完成我张家的大计？对不起父亲，是儿子闹事了。我这边刚把张家主安抚好，就被身后的安然一剑抵住了脖子。他为什么叫你父亲？你已经被那怪东西夺舍了吗？这傻妞练剑把脑子都练没了吗？要是暴露了，我们都得死。眼下这个情况，只有赌上我们之间的羁绊了。小丫头，乖乖成为我的傀儡炉底，到时你要多少上品名剑，老祖宗我都能给你。吃我一记灼魂黑焰！安然站在原地没有反抗，刚想问我怎么会知道上品名剑的事，就见我挤眉弄眼的朝他小声道：“配合着点，快倒下！”安然傻傻的看向边上的灵石山，原来如此，禽兽你还真是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呀！请看师姐我如何上演一出好戏。哎呀，前辈您那震撼灵魂的一掌真是威力无穷，我甘拜下风。随即大厅里回荡起一片掌声，倒地的师姐也给了我一个我懂的眼神，别忘了到时候分我一半灵石啊！他喵的，你的演技能不能再浮夸一点？好了，小崽子们，5日后随老族我一同进军荒古秘境，而我们此次目标就是进入秘境最深处，将正天盟丢失的正义神剑抢到手。我无聊的抠了抠鼻子，不就是我以前刷怪升级的地方吗？话说那正义神剑很牛逼吗？非要这么大张旗鼓的去抢？父亲您有所不知，那正义神剑就是开启正天盟藏宝库的钥匙，本来这是池小小的贴身配件，结果在与道明子的战斗中丢失，这才导致身为顶尖势力的正天盟连培养门内弟子的资源都没有了。但是在100年前，一名弟子却在荒古秘境中发现了正义神剑，此后每10年正天盟都会派弟子前往试炼，就是为了拿回正义神剑。一旁的安然气得青筋直跳，该死的张家，今日就算自爆也要阻止你们！我连忙小声劝阻，现在出手的话，你连自爆的机会都没有。连忙搂住安然往外跑。看着我离去的身影，大长老忍不住皱眉，老祖宗的行为看起来确实有些怪。张家主却不以为然的大笑着表示，好不容易有个躯体可以玩玩，父亲开心点也正常。说起来，宇航那边应该也成功了吧？另一边，2名张家子孙脸色通红的守在门口，少爷和那魔女在里面折腾好几天了，这样高强度双修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？话音刚落，一只粗壮的大手猛然洞穿房门，死死抓住那说话弟子的脑袋，轻轻一挥便让其撞碎了数层墙壁。禽兽，这次我一定要你好看。而我们这边，安然一脸嫌弃的看着正在狂吐的我，你能不能别再吐了？我虚弱的擦了擦嘴角，自打穿越后，我对所有交通工具都有点过敏，少胡扯了。张家这可是蓄意谋反，师尊闭关前特意嘱咐我要看管好宗门，结果却被我搞成了这样，我必须现在就把事情禀告给师尊。闻言，我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这要是让池小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我恐怕得死在张家前头。于是我连忙拉住安然，盟主正在闭关，你现在去了也未必能联系到他们。话说你师父除了你这个亲传弟子就没有别的心腹了吗？怎么连个辅佐你的长老都没有？安然尴尬的解释，正天盟是为了讨伐道明子才成立的组织，所以包含了各种杂七杂八的家族和势力，师尊凭借强大的实力可以轻易压制。当他闭关之后，我根本没有足够的威信管束这些长老，即便我知道他们有不轨之心也无可奈何。或许只有早些找到正义神剑，我才能不那么被动吧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，别担心，根据不同敌人的特点，我有用专门对付他们的策略。安然顿时一脸兴奋地看向我，你已经有针对张家的办法了吗？我挥手取出万魂幡，这就是能帮你取回正义神剑的办法。安然红着脸撇过头，看在你还算靠谱的份上，就再信你一次。我捂着脸暗自偷笑，果然是傻妞，真把宝库打开了，我连一根毛都不会给你留的。就在这时，荒古秘境的大门缓缓开启，所有弟子抓紧时间进入。我抓起安然的手便朝大门冲去，可刚进去，我脚下忽然出现一个漆黑的大洞，砰的一声，2道身影直直地砸在了一座吊桥上。我揉了揉昏沉的脑袋，坐起身，这地面的触感倒蛮软和的。这时一道羞愤的怒吼声响起，禽兽，你再不松手，我就把你爪子给剁了。片刻之后，安然一边过桥一边疑惑道，
这里是秘境的最底层吧？我们怎么会落在这种鬼地方？我微微一笑，没有回话。就在这时，数道黑影固然从崖壁上掠过，顷刻化作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尸妖。见状，我颇为惊喜，没想到这巨怪的速度比我想的快了不少啊！难道这秘境里怪物的数量修改过？可一旁的安然就没这么淡定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就算是我也对付不了这么多尸妖啊！我轻轻抓住他的手，相信我，这世界上没有我过不了的关。你们这群没脑子的尸妖，有本事来干死小爷我呀！看着蜂拥而上的尸妖群，安然直接就傻眼了。下一秒，数枚灵石精准地击中了最前方的尸妖。你打的还挺准的嘛，但这种攻击根本伤害不到他们。而且你刚才丢的是灵石对吧？别急，让灵石再飞一会。就在那些狰狞的尸妖即将扑向安然时，他们却出乎意料地垂直坠入下方的深渊之中。安然瞪大了双眼，满脸惊骇地望向我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边飞快地向着尸妖投掷灵石，边微笑着解释，这些怪物又蠢又笨，只需稍微挑逗一下，他们就会自己跳下悬崖。然而安然对我的解释似乎心存疑惑，并未察觉到我突然停下，直接撞上了我的后背。他慌忙捂住胸口，略带责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”我神色凝重地望向眼前的两道巨大兽影，心中已然明白，只有击败他们，我们才能继续前行。正好我试试现在的实力。说着，我转身将镣铐递到安然面前：“我的身家性命就交到你手里了，要是打不过，你可得及时把我扯回来。”下一秒，我施展出金丹期的最强一击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身在某处依灵也感受到了这股强大的气息，立刻向着气息来源的方向飞去。道明子，你果然来这里了，那就让我将你的魂魄拘禁，慢慢为你过去所做的恶事还债吧。而吊桥之上，我看着被烟雾吞没的牛头马面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自信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无敌流小说的主角。然而当烟雾散去后，我却惊愕地发现，那牛头马面身上竟然连个擦伤都没有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安然已经一把将我拽回了吊桥上。你这白痴，打不出伤害就不要搞这么大动静出来。他迅速施展出水月步，扯着我的后脖梗转身就跑。等我们两人的身影跑远后，牛头终于开口了：“刚才那人到底是谁？幸亏咱们没有尸体，否则这拳能直接把咱们骨灰给扬了。”马面心有余悸地叹了口气，必须尽快将消息告诉严君，你扶我一把，咱俩一起去。话音刚落，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：“事情我都知晓了，这混账居然又混进了郑天盟的队伍，难道师尊还想捉弄大师姐吗？”依林刚要动身追过去，却忽然发现我的气息消失了。他冷笑一声：“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，既然进了我的主场，就别想轻易逃脱。”只见他眼中骤然亮起一抹红光，铺天盖地的亡魂瞬间涌出。丰都的冤魂们，替我把恩师找出来吧！某条小路上，奔跑中的安然皱眉看向我：“你戴上这个丑面具干嘛？”我无奈地笑了笑：“你懂个屁！刚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再不隐藏气息，BOSS 就追上来了。”我们一直跑到某片密林中才停下。安然刚要说话，却发现前方忽然出现了一座宫殿。我快速将四周探查了一遍，心中涌起一股疑惑：这里怎么连只小怪都没有？这时系统友情提醒道：“宿主丢失的数据就在这附近哦。”闻言，我毫不犹豫地一脚踹开宫殿大门。安然见状，只能不情愿地跟了进来。然而当我们踏入宫殿的那一刻，一股更加阴森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只听砰的一声，大门毫无预兆的瞬间闭锁。安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吓得炸毛了，而我则一脸兴奋地扭头看去，只见判官一手拿着判官笔，一手拿着生死簿，恶狠狠地看着我们两人。区区两人也敢擅闯冥府，准备好接受审判了吗？安然双指划过长剑，猛然朝判官斩出。然而判官额间的审判之眼陡然睁开，顿时将安然禁锢住。你贪财刻薄，心术不正当，当受刀具之刑。话落，一把巨大的铡刀凭空出现，摧枯拉朽般朝着安然劈下。安然慌忙抬剑格挡，随后恼怒地看向后方到处乱爬的我：“你还不快过来帮忙？我这把下品灵剑可撑不了多久。”然而我却头也不回地让他再坚持一下。按照我的记忆，这个副本里隐藏了克制 BOSS 的道具。这时安然忽然朝我大喊：“那东西盯上你了！”我愣了一下，不解地问道：“盯我有什么用？我一个宅家打游戏的死宅能有什么罪过？你挑拨离间、造谣诽谤，唆使忠贞寡妇改嫁，谋财害命、杀人越货。”判官的表情逐渐崩坏，眼中的杀意越来越浓。你他妈的纯畜生！18层地狱滚3圈都判不完你！老子今天不把你打得生魂俱灭，这个判官就让你来当。那把斩向安然的铡刀却忽然消失了。安然直接懵了：“禽兽，你过去都干了些什么？”我无奈地耸了耸肩：“我他妈哪知道啊！”趁此机会，安然连忙施展出水灵剑法，朝着判官的后心刺去。谁料这一击非但未能伤及判官分毫，反而将他彻底激怒。他挥手间，两把镰刀凝聚成形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们袭来。安然见状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判官竟是灵体，物理攻击对他而言不过是徒劳。闻言，我迅速取出万古魂幡，这宝物对付灵体有着绝对的压制效果。然而当我高举魂幡之时，安然却一脸愕然地看着我手中的苦茬子。这种时候你拿出个这玩意儿来，究竟是何用意？我鄙夷地瞥了他一眼，这可是虚实万灵石才能施展一次的神器万古魂幡，你可别小看了它。判官见到我高举的苦茬子，实为万古魂幡，也是一愣。正当我以为他心生畏惧之时，判官却猛然翻开生死簿，开始奋笔疾书。原来他竟在生死簿上给我加上了盗窃女子内衣的罪名。我怒火中烧，
直接向判官挥动魂幡，一道幽冥旋风呼啸而出，竟直接将生死簿和判官笔卷走，稳稳地落在了我手中。我得意地晃了晃手中的冥宝。判官见状，陡然凝聚出2头幽冥猎犬，阿左阿右，给本官咬死这畜生！然而这2头恶犬刚跑出几步，便突然发出嗷呜一声惨叫，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我得意地看了一眼生死簿上的2个红叉，嘿嘿一笑。这一幕让判官难以置信，你一个活人为何能使用冥宝？我没有回答，总不能告诉他我就是丰都大帝吧？这生死簿还是我亲手所创的。判官怒火中烧，双手一合，周身朵朵业火红莲浮现，随即向我飞来。面对这熊熊燃烧的业火，我转动万古魂幡，顷刻间便将业火红莲全部吸收。感受到魂幡那恐怖的吸力，判官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转身就想逃跑。见状，我加快手中动作，一阵眩晕过后，判官迷茫地揉了揉脑袋，一只干瘪苍老的手忽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。你小子也是想夺舍到名字了吗？而此时通往内殿的大门已经打开，只要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能找到我丢失的游戏数据。同时安然也感受到正义神剑就在前方。可就在我们俩准备进入之时，身后忽然响起一道清冷的声音，原来恩师来此是为了正义神剑啊，居然不是为了看望人家，还真是薄情啊。安然目光在我与那声音的主人之间不断晃动，我则迅速戴上面具矢口否认。然而依林却轻笑一声向我逼近，这身形和语气可错不了。终于见到你了。安然闻言拔剑挡在我身前，我可不会让你碰我的300万。依林神情恹恹地朝他冷哼一声，抬手轻轻一点，幽蓝色的灵力瞬间洞穿安然的眉心。我只是将他的灵魂打出体外而已，一会儿就能自动恢复。大师姐的弟子我可不敢真的给玩坏了。说完他伸手就要摘下我的面具，见此情景，我无奈的自己摘下。既然你这疯女人想看，我就成全你吧，老子是张家老祖，才不是你的什么狗屁师傅。就在依林惊疑不定之时，后方忽然响起一阵杂乱的叫喊声，大量修士朝这边跑来。依林见状，双手一合，6道轮回瞬间在他身后显化。灵魂总是骗不了人的，正好全部抽出来挨个检查。我趁机闪现到依林身后，朝着修士们大喊，这女人就是秘境的领主，正义神剑就在她身上。追到此地的张宇航闻言，二话不说便朝依林杀去。依林厌烦地飘到空中，畜生道光芒大盛，张宇航2人顷刻间化作2头肥猪。紧接着剩余5道同样泛起耀眼的光芒，在场所有人的灵魂瞬间离体。我也匍匐在地，感受着来自灵魂的拉扯。可就在我以为胜局已定之时，依林却淡然地指了指我身后，你要不还是先看看身后吧。闻言我顿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，回头一看，果然不见一丝阳光，反倒被一地的马赛克糊住了眼。一名弟子红着脸举手道，那个或许是因为我破了元阳之身导致的。此时的我崩溃了，我真他喵服了，你们到底是正天盟还是合欢宗啊？依林压了压上扬的嘴角，师傅还有什么招式都使出来吧。我失落的长叹一口气，罢了，你直接把我魂具走吧。依林娇笑着挑起我的下巴，早这样不就好了。就在他照出锁魂链准备动手时，我却忽然笑出了声，你中计了。不等依林有所反应，我就一把扯下了自己的裤衩，一轮烈日瞬间照得依林后退几步。他慌忙想要催动6道冥轮反击，见状我猛地一顶胯，一道金光骤然射出，瞬间就将依林震得衣衫尽碎。我见状赶紧拆下了旗杆上的小裤衩，将自己的原味大裤衩挂了上去，直接暴扣在了依林的脑袋上。依林就被熏得泪流满面，这裤衩子多久没洗了？随即倒地不起。我看着倒地的依林猖狂大笑，想要战胜为师，你还差得远呢。随后我重新将骷髅裤衩装回旗杆，轻轻一挥，众人的灵魂纷纷归位。张宇航和黄小姐的灵体本想趁机逃回走，却被我一手一个死死抓住。你们2个刚才不是想弄死我吗？别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们，给我滚回去吧。搞定一切后，我拍了拍手就要进入密室，可刚踏出一步，就听身后有人大喊，禽兽，你给我站住！只见安然咬牙切齿的低声道，你想做什么我不管，但好歹先把裤子穿上吧。可我还没来得及把裤子穿好，身后的密室内忽然响起一道暴虐的嘶吼。我诧异的循声望去，感觉这气势完全不弱于依林了。我又瞥了眼地上的依林，他不是这秘境的主人吗？怎么还有比他还强的存在呢？思索之间，锁链崩碎的声音接连从密室内传出。500年了，那个臭女人终于被人击败了。这时地上的依林突然扭头说道，原来师傅的目的是将那东西放出来，你果然还是想毁掉整个修仙界啊。闻言我拽着裤子的手顿时又有下拉的趋势，我警告你啊，再随便污蔑我可就要圣光伺候了。话音刚落，身后的密室便轰的一声炸开，一头通体绯红的古龙缓缓爬出。我见到这头巨龙的第一眼就觉得非常眼熟，见我满脸疑惑的表情，依林不由得对着我大吼，创造出这只怪物的人不就是你吗？你还在这里装什么呢？系统也在这时提醒我，难道宿主忘记了吗？这条龙就是这个副本的 BOSS。 系统这么一提醒，我顿时便想起来了，他就是我满级后为了补成就一巴掌扇死的那条垃圾龙。依林满眼愤恨，就是因为你杀了这条邪龙，又不处理他的尸体，导致他腐化为不生不死的怪物。等我和大师姐发现时，早已无力将其斩杀。为了不让他继续腐化更多生灵，大师姐只能以正义神剑镇压。可是龙不死
死不灭，光靠正义神剑无法完全压制。无奈之下，只能由我再次以灵魂之力日夜镇守。等依灵讲完缘由，狮龙恰好袭杀至此。贱女人，本王倒要看看现在的你还如何困住我。原本吓了一跳的我顿时舒了口气，不是找我呀，溜了。跑开的我赶紧吩咐系统确认丢失的数据位置，没想到却定位在了这条古龙的身上。他喵的，难道要我单挑这头龙吗？正当我犹豫不决之际，尤秀生忽然高声喝道：“此处交由我来殿后，你们快趁机逃出秘境！”在场众人皆是一惊，因为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在拿生命做赌注。尤秀生望着那庞大的狮龙，大义凛然地说道：“只要能护住师弟师妹们，即便是死我也在所不惜。”众人听后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尤秀生的嘴角疯狂上扬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符箓，那是他太祖奶奶传给他的剑符，其中蕴藏着上古大能的一击，对付这些邪恶之物最是有效。想到此处，他不再犹豫，迅速将剑符贴在佩剑之上，大喝一声：“大胆孽畜，吃我镇煞剑魂符！”狮龙感受到那袭来的磅礴剑意，竟觉得有些熟悉，而打算趁机逃离的我也感受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。当狮龙正面接下这一剑后，却变得暴躁起来，直接将尤秀生砸进了墙壁之中。道明子，你自己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了我。狮龙咆哮着，龙拳如雨点般落在尤秀生的身上。这时我的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以前确实有个教友什么的，曾贵请我炼制过剑符，当时我嫌麻烦，就随手乱画了一个给他。早知道会在这时候用上，我当时就该给他认真炼制一个了。此时的尤秀生已是奄奄一息，他心中暗骂一声：“我和道明子长得有半点像吗？你真开眼仔细看看。”此话一出，狮龙竟一把将他抓在手里，疯狂地揉搓着，随即怒吼着释放出噬魂毒杖，在场之人全部中毒倒地。他反手又将一团毒杖打进张宇航的肉身中，灵魂尚未归位的张宇航便站了起来。只见狮龙将动弹不得的尤秀生送到张宇航的身前，下一秒，张宇航竟一把扯下了尤秀生的衣物。意识到不妙的尤秀生拼命挣扎着，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。只听噗呲一声，那娇嫩的花朵瞬间凋零。见到这一幕，我都不禁有些汗流浃背，深知等尤秀生被他玩死之后，我们剩下的人也不会有好下场。一旁的依灵却释然地呼了口气，让你因自己所做的孽而死，老天倒也算是公平。我忽然贴脸出现在依灵面前，如今光靠你的苦茬子是无法打败狮龙了。话落，我直接上手开始扒他的外衣，若是能加点其他的，效果说不定会更好。依灵慌忙地挣扎哭喊着：“你个畜生，住手啊！你不仅释放了为祸的狮龙，还想要用这种方式羞辱我？难道师父你就这么憎恨这个世界吗？”依灵望向我那坚毅的眼神，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2000多年前。那时的封门村被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阴霾之下，有人传言村中潜藏着无穷的鬼魅，也有说是村里的黄老爷作恶多端，招致了上天的惩罚。更有甚者，我一怒之下一巴掌打断了一位老者的掏逼刀。你说个大头脑袋呀，直接告诉我任务是什么？一个 NPC 哪来这么多戏？家康见状连忙伸手劝阻我，生怕我一时冲动真的将这老者扇倒在地。挨了一记大逼斗的老头瞬间变得老实了，原来只要铲除村中的邪祟，就能赢得全村最好的宝剑作为奖赏。在成功接取到这个支线任务后，我便带着家康踏进了封门村。然而刚踏入村口，我们便惊讶地发现，村中央的高台上已经搭建起了祭祀的法台，一个身着道士装扮的老者正手持雷符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随后猛然间挥剑刺破雷符，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金黄色的雷光如蛟龙般腾空而起，瞬间劈中了台下的红衣厉鬼，令其惨叫连连。那厉鬼强忍着疼痛，抬头怒视着台上的老者：“黄世仁，你为了给你儿子谋取私利，逼死了我的父母和众多乡亲，如今又用我们的钱来请这道士，企图让我们魂飞魄散。你这种黑心的畜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”黄世仁满脸嫌恶的朝厉鬼吐了口唾沫：“放屁！还不是你们这帮好吃懒做的佃户，自己不努力耕田，还想怪罪到别人头上。”说完，他又一脸谄媚地看向那道士：“大师辛苦了，我这就差人把剩下的3000两银子送到道观去。”那道士捋了捋胡须，故作清高地说道：“送去观里太过麻烦黄老爷了，还是直接给贫道兑换成银票吧。”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猛然间从黄世仁身后袭来。靠，你这个老东西，竟敢抢老子的任务！我一把将黄世仁拽到面前，老子为了做你这破任务跑了这么远，结果你丫的竟然把任务给别的 NPC 做了。我烦躁地看向被制服的厉鬼，心中暗自盘算，这鬼祟若不是我亲手解决，肯定没法得到奖励。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打晕那老者，直接抢夺奖赏时，脑中忽然计上心来，只要把厉鬼放出来，然后自己出手解决，不就能顺利完成任务了吗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暗自得意，自己还真是个小天才。我挥手击碎了厉鬼身上的锁链，朝他眨了眨眼，示意他快去作乱。厉鬼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便疯狂地朝黄世仁和那道士冲去，直接将两人手刃当场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忽然弹出一则通知：恭喜玩家解锁隐藏称号丰都大帝，该称号可掌握所有民法，检测到玩家周围有大量冤魂，是否一键收编？就在我心中思量之时，
那红衣厉鬼却扑通一声朝我跪下，多谢恩公出手相助，让依琳我得以报这血仇。正当我准备动手消灭他时，随着怨气的消散，红衣厉鬼终于露出了原本的面貌。没想到他竟有几分姿色，反正把他带出封门村就能完成任务，那我把他带走岂不是一举两得？想到这里，我立刻换上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。起来吧，留着你的小命还有别的用处。随手将6道冥轮塞进了他的手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替我掌管冥轮的轮回炎君。回忆到这里结束，而依琳回想起我那时的英姿，不禁有些扭捏的别过头去。为了整个世界，我就相信你一次吧。谁料他话还未说完，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凉意打断。原来我在猝不及防之下，将他的贴身衣物全部抢走。依琳羞愧难当的缩成一团，跑到不远处的我，正双手放在胯间上下摇摆，做着一些令人费解的动作。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高举起升级后的魂幡，兴奋的大喊：来见识见识我的超级旗舰至尊非凡大师典藏版万古魂幡吧！依琳一脸鄙夷的走到我身后，拿着这变态玩意真的能有用吗？我拿起扯破的丝袜，深吸一口气，扯起嗓子喊道：难道你没感受到这进阶版万古魂幡上传出的强大气息吗？可不要小瞧它，看好了，有了这进阶版万古魂幡，消灭尸龙我只需要一招。此刻尸龙心中的复仇烈火在燃烧，同时操控着张宇航，以更加猛烈的力量撞击着尤秀生。谁来救救我？我真不是道明子啊！尸龙忽然看向依琳，你这个女人，为了保护你的师傅，竟然将我封印在此地这么久。依琳闻言慌忙反驳，我才不是为了保护师傅，我是为了保护这世间所有的无辜之人。尸龙冷笑一声，将依琳如同小鸡般拎起，这些都无所谓，你不是很喜欢封印本王吗？那就让你成为我第一个奴仆吧。话音落下，无尽的湿气如潮水般向依琳体内涌去。趴在地上装不存在的安然见到这一幕，再也忍不住，你不是说可以一招秒了他吗？快动手啊！我撅起屁股，小心翼翼地朝尸龙爬去。着什么急？我不是在找机会吗？如果我计划没问题的话，一击就足以决定胜负，但这种攻击只能使用一次，必须靠近点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。正好依琳吸引了他的注意，我得趁着这个机会给他来个狠的。然而正当我好不容易摸到尸龙身后，准备发动致命一击时，依琳却突然崩溃了。她在这里守护了这么久，可到头来一切都只是徒劳。她累了，心灰意冷之下，甚至产生了与这世界一起毁灭的念头。她抬手指着下方的我大喊，这个混蛋才是真正的道明子，你快点把他也一起杀掉吧！尸龙空洞的眼眶瞬间转向我，让我身形一颤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这样的小人物，怎么能与玉树临风、帅气潇洒、实力超凡的道明子相提并论？依琳气得大吼，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，完全能证明你就是自恋的师傅。而尸龙却忽然叉着腰大笑起来，没想到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这贱人还想着维护你的师尊。依琳一脸无语，你从哪看出我维护他了？我明明在让你杀他呀！尸龙一副看穿一切的样子，你不就是想随便找个路人充当你师傅，好让真正的道明子脱困吗？依琳无语至极，你眼瞎了吗？连自己要杀的人是谁都看不清楚，混蛋！你又嘲讽本王没眼睛！我忍不住给尸龙竖了个大拇指。尸龙大王可不要被这狡猾的坏女人骗了。就在这时，依琳发现在湿气的侵蚀下，自己竟被迫凝聚出了肉身。尸龙也在这时松开了爪子，将你尸人化。这里只将依琳变成了失去理智的怪物，就是为了让你感受最极致的绝望。依琳不受控制地捡起一把长刀，踉跄着朝光着屁股的尤秀生缓缓逼近。尤秀生手脚并用的疯狂往前爬，惊恐的大喊，不要再攻击那里了。可他话音刚落，长刀便精准地刺进了被撑开的通道。尸龙顿时大笑起来，哈哈哈！亲手伤害自己最爱的师尊，你感觉如何？依琳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对陌生人做出这种事，他强行扭过头朝着我大喊，都说了他才是真正的道明子，反正这里的人都要死，你先拿他开刀不好吗？尸龙不屑地冷哼一声，他弱的都无法感受到的修为，你也敢说他是道明子？我深以为然的频频点头，没错没错，尸龙大王果然明察秋毫，或许是为了惩罚依琳，尸龙又让他在尤秀生的屁股上猛插了几刀，本王就站在这里让你打，但凡能让本王退一步，本王自入轮回。我一脸惶恐地表示，怎么敢对无敌的尸龙大王出手呢？然而我的脚下却暗自又靠近了几步。尸龙对我的态度很满意，本王可是连真正的道明子都不怕，何况你这个冒牌货，快出手，我好继续嘲讽那贱人。我嘴角翘起一个夸张的弧度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随着我手中魂幡的挥动，完全踢6道冥轮瞬间出现在身后，巨大的冥轮便狠狠砸在了他脸上，直接将他击飞了出去。尸龙爬起来后气得嗷嗷直叫，混蛋道明子，你竟然一直拿替身骗我！不过这样也好，咱们终于能堂堂正正的干一架。我看着他那激动的样子，笑眯眯的提醒，你再这么激动，灵魂和肉体可就分家的更快了。而你之所以能撑到现在，全靠灵魂死皮赖脸的赖在身体里不走。我紧了紧手中的魂幡，只要我用这魂幡轻轻一挥，你的灵魂就得乖乖出来，到时候你那破身子自然就散架了。不过嘛，
普通的攻击可打不出你的灵魂，所以我特地借了10的贴身衣物，将我的魂幡附了点魔。这话一出，安然立马吐槽：“你是怎么把无耻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？”我嘿嘿一笑，没理他，直接出手，加强版的万古魂幡打在狮龙的魂魄上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这家伙就魂飞魄散。被狮龙控制的10也恢复了自由，他看着轮回之门缓缓打开，空间里所有的灵魂都被吸了进去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这可是积累了几百年的亡魂啊，怎么这么快就被收服了？这时判官突然冒了出来，一脸神秘地说：“阎君大人还没发现吗？这里的尸鬼之所以不能轮回，都是被狮龙给腐蚀了。现在狮龙没了，那些被他影响的尸鬼自然也就散了。”10一听，转头看向我，小嘴微微撅起，还算师傅你做了点好事，不过这也只是给你那无耻行为找个台阶下罢了。判官这时却话锋一转，道明子大人的谋划可不止这些，他故意不灭杀狮龙，就是为了感染更多尸鬼，吸引更多亡魂。这样一来，这里就变成了亡魂们的聚集地，也是等待发配轮回的最佳场所。10一听恍然大悟，师傅其实是为了让所有灵魂有一个最终的归宿，这才布局了几百年。没想到师傅为了我等亡魂，居然背负了几百年的骂名。101想到这儿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哗的流，而我也是人品爆发，一眼就瞅见了那把传说中的正一神剑，心里暗喜，一把捞起神剑，修为直接从金丹蹦跶到了元婴，那感觉就像是久旱逢甘霖，别提多激动了。系统一看我这么给力，直接甩了个极品防具大礼包过来，奖励我优秀表现奖。正当我准备拆包享受这份惊喜时，10突然大哭着扑过来：“师傅，您真不是那种乱来的活畜生，我之前都错怪您了，以后不管风吹雨打，我都跟定您了。”这突如其来的表白直接把我整懵了。不过嘛，被美少女这么贴贴，感觉还真是不错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又发话，极品防具礼包已开启，自动装备1。只见10头上竟然慢慢冒出了猫耳朵，紧接着一套女仆猫耳娘套装就像变魔术一样穿在了她身上。这一幕看得我鼻血差点没喷出来，这他奶奶的哪个男人能顶得住啊？我羞涩的瞥向系统，这就是你口中的极品防具吗？系统微微一笑，它不仅拥有超高的属性，宿主还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穿戴者的行为。我一听忍不住笑出声，还有这种好事，简直是天降福利。正当我得意忘形时，10却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。你要控制我做什么？说完就张牙舞爪的朝我过来，却突然紧紧抱住了我。这一幕让在场众人无比震惊，万鬼之主的轮回阎君在秦师弟面前居然跟小猫一样，趴在地上的尤秀生更是大声哭喊：“凭什么我就要被剑捅？这不公平！”安然更是一脸鄙夷的看着我，果然是个好色的禽兽，怎么会和轮回阎君勾搭在一起？我一脸茫然，这丫头不会是想先让我放松警惕，再趁机下手吧？不过感受着10被重铸后柔软而有弹性的身体，我不禁有些心猿意马。10在我耳边低声呢喃：“我已经明白了，之前都是误会师傅。修仙界虽大，却没有死者的容身转世之地。师傅你背负骂名千年，原来是为了利用狮龙重铸轮回，给鬼魂一个安身之所。我不禁佩服他的脑洞大开。”我转身故作深沉：“这些事你知道就好，为师向来低调，只愿深藏功与名。”10却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又在后边紧紧抱住我。我已经明白了师傅的良苦用心，今后都将会伺候在师傅左右，帮您完成一直被人误解的吻约。我心中暗暗思索，这丫头的实力虽然很强，但一直让她跟着自己，就等于是在身边安了个定时炸弹，必须找个借口让她不要跟着我。我转过身，轻轻推开她：“轮回之地才刚刚重建，你如果跟着我走了，那这里该由谁来管理？”我话音刚落，10就不知从何处抓来了判官的狗头：“这里交给他管理就好了，反正以前我也不管事，都是他来处理。”我急忙辩解：“今时不同往日，现在的荒古秘境需要吸收整个修仙界的鬼魂，他一个人真的能处理过来吗？”却没想到10左抓右抓，又抓出来了2个狗头，那狗头判官直接变成了3个脑袋。师傅，你以前说过，西方那边很流行3个脑袋的狗作为地狱的看守。我真是后悔自己多嘴说那么多干嘛？看来不带上他是真不行了。先哄他开心，能骗一天是一天吧。10见状笑靥如花，让我围着轮回之地刺怒。我随口一说，那就叫地府好了。可我话音刚落，地面却突然震动，下一秒一座阎王殿就拔地而起。10见状紧紧抱住我的胳膊磨蹭起来，不愧是师傅，竟然到了言出法随的境界。正当我沉醉于那份柔软时，安然一把将我拉开。10脸色一沉，瞪向他：“你是想要阻止我和师傅叙旧吗？”安然却夺过我手里的正义神剑：“我对你们那点龌龊的事情没兴趣，这混蛋欠我一把剑，我只是来收账的而已。”秘境外的长老们见到安然手中的神剑，反应各异。张家主脸色阴沉，我等为正天盟赴汤蹈火，盟主池小小却为一男子闭关不出，如今宗门由我们打理，却让他的弟子捡了便宜，这太不公了。闻言，大长老怒不可遏：“你这是想要造反吗？”可话音刚落，就被一剑洞穿了胸膛。张家主冷笑一声：“从今日起，正天盟便是我们5大家族的正天盟了。”而在秘境内，10仍紧紧缠着我，人家可是说过要和师傅再也不分开，而且之前我们师兄弟都误会了你，尤其是大师姐，我要跟着师傅和大师姐解除误会。听到这话，我心如死灰。我和池小小哪有什么误会？
他见了我怕是要直接动手，我得找机会开溜。安然看着我和依林亲密无间，醋意横生，心中暗示不管他们什么关系，禽兽这棵金光闪闪的摇钱树，我绝不让任何人染指。随即上前直接将依林扒开，区鬼魂就不要学人家小女生谈恋爱了好吗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就是你师傅来了都不敢和我这么说话。看到两女因为我而吵架，我不由得佩服起自己那该死的妹子。此时系统突然提示，我与安然之前签订的契约已完成。看着契约消散，自由的气息让我浑身舒畅。现在只要想办法逃离他们的视线就好了。你们先吵着哈，我突然肚子痛，找地方上个厕所。可就在我转身的那一刻，我的胸膛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洞穿。见我彻底失去生机，这俩家伙熟练的开始在我身上摸宝，但搜了半天，他们却黑着脸站了起来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卧槽，真会骑！这家伙不仅身无分文，怎么还揣着女人的内衣内裤？真是又穷又变态。待会得找个地方好好洗洗刚才杀他的剑。”而另一边，正天盟的弟子们也是四面楚歌。郑经人眉头紧锁的挡在最前方，为什么宗门之人会突然攻击咱们？尤秀生则是嘴角微微上扬，虽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这是我挽回形象的最佳机会。随即拔剑冲入敌阵，众弟子纷纷大喊：“尤师兄剑法真帅！”成功挽回些许形象的尤秀生心中大喜，打算继续耍帅，却忘了自己屁股上的伤口还在汩汩流血。领头的敌人见状大喊：“他屁股上有伤，给我往他屁股上招呼！”被识破的尤秀生转身就跑。我尼玛能不能换个地方炸？再看依林那边，直接被4名大汉团团围住。这小美女长得挺水灵，还有猫耳朵呢。依林指尖灵气汇聚，无礼之徒尝尝本座的黄泉一指。4人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脸色都变了。可当他们准备全力应战时，依林指尖却哗啦一下喷出了一滩黄水，这可把在场几人逗得哈哈大笑。你以为自己是轮回阎君吗？这种小把戏还是去小爷床上表演吧。依林尴尬的眨眨眼，心中暗骂可恶，忘了6道明轮被师傅收走了。接着他眼神一凛，啪的一声，带头嘲笑的修士脖子直接扭成了麻花。对付你们根本不需要用什么名法。剩下的3人吓得瞳孔放大，这小妞不简单，一起上杀了他。安然那边也是腹背受敌，但好在刚得到的正一神剑还算给力，勉强能应付。他早就料到张家会对正义神剑下手，只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动手了。不远处的张家主死死锁定着安然手中的正一神剑，不愧是正义神剑，不过他马上就是我的了。安然察觉到背后那股不怀好意的目光，急忙转身挥舞着神剑试图挡住攻击，然而实力悬殊，他如同断线的风筝，被张家主轻轻一掌击飞。张家主得意洋洋地拾起神剑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“安姑娘年纪轻轻，此等宝物怕是把握不住啊！”安然捂着手臂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帮叛徒不怕师尊出关后杀光你们吗？”其余几大家主轻蔑地瞥了他一眼，别忘了郑天盟的今天可是靠我们几家一手扶持起来的。安然心中一凛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：尤家主和郑家主呢？你们把他们怎么样了？张家主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语气冰冷：“这不是你该关心的。”随后他命令手下将安然等人捆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大长老神色慌张地跑来：“家主大事不妙，孩儿和老祖的踪迹全无，只发现了2头肥猪。”张家主闻言脸色一沉，继续找，那个禽兽小子一直在骗我们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至于那2头猪，杀了炖肉便是，难道还留着过年吗？而此刻，本应命丧黄泉的我，却奇迹般的睁开了双眼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。就凭这些杂兵也想杀我？我道明子仇敌遍布天下，仍能逍遥自在，靠的就是这一手装死大法。系统在一旁眼神复杂的看着我，我这边刚整理好衣物，就听不远处传来叫骂声。在俘虏堆中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安然和依林的身影，系统则是一脸兴奋，准备发布新任务。接下来就是宿主英雄救美的剧情了。我反手就是一拳正中系统脑门，老子好不容易重获新生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就个锤子。系统挨了打，却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神秘兮兮的看着我。我可找到了下一个碎片的线索，它就藏在郑天盟的密库里。我一把揪起系统的衣领子，在郑天盟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系统贱兮兮的一摊手，剧本安排的嘛，我也没办法改呀。再说了，那时候你也没有找到正义神剑这把宝库钥匙。闻言我心中猛然一惊，神剑现在可是在张家那老东西身上，所以说我要单挑5个宗师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不行不行，现在郑天盟太危险了，见我要走，系统直接拦在我身前。你要是就这样走了，那你好不容易刷满好感度的后宫怎么办？闻言我不由得陷入沉默，回想着刚刚依林抱着我大哭时说过的话，双拳不由自主的微微颤动，下一秒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小爷我的通关奖励还在依林身上呢，那可是整整一套神话装备啊，你可不可以收回给我？系统有些无语，你原来在意的是这个呀？那你刚才回忆了个啥？再说了，装备道具只有接触才能收回。闻言我看着远去的非洲暗自思量，按照这剧情的发展，看来不进入郑天盟是不行了。现在的我已经是元婴期修士，就算打不过应该也可以元神出窍逃跑。不过我要怎么潜入郑天盟呢？张家老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必须找个新马甲才行。就在这时，
不远处传来一阵吐槽声，我真是服了那些郑天盟弟子，一群垃圾非要抵抗那么久，害得老子下面都要憋炸了。见此，我和系统相视一笑，脸上都挂起了不怀好意的表情。而正在放水的兄弟怎么也没想到，一块石头正朝着他的后脑勺飞去，咚的一声，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他头上，直接趴在地上不省人事，魂魄也慢慢飞出。我上前一把抓住他的魂魄，接下来你的魂魄和衣服就借我一用了。此时的张家主正在暴跳如雷，因为到现在还没找到他儿子的下落。而换了皮囊的我也是没想到，这个人的身份竟然是这老东西的亲卫，还好有面具阻隔气息，一时半会应该不会被人发现。张三，你过来和我一起去审讯安然他们。被关在铁笼里的安然正在破口大骂：张亮老狗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居然敢背叛师尊，我诅咒你张家都穷死！张家主气的抬手就释放一道灵气，将安然打倒在地。快告诉我禽兽还有孩儿他们去哪了？安然不屑一笑，像那种胆小怕事的混蛋，肯定早就找地方躲起来了吧？这话可让依灵不干了，师傅才不是那样的人呢，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，此刻说不定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时机。这话可让换了皮囊的我吓出一身冷汗，这妮子该不会是看穿我的身份了吧？张家主闻言呵呵一笑，你对那小子倒是很有信心嘛。依灵眼神坚定，我不会再错怪师傅了，因为他一直都在默默的帮助我。此时大长老报告，他们已经到达了藏宝库处，我们现在就去开启宝库大门，还要把他们俩也带上。希望这丫头说的是真的，禽兽你可一定要来救他们了。藏宝库门口处，张家主拿着正义神剑，嘴角比 AK 都难压。宗门的所有宝藏全都属于我们了，随即将正义神剑插进了钥匙孔。而在闭关的池小小心有所感，就在张家主看着即将打开的宝库大门时，突然一声断喝，一个妙曼的身影从天而降，这个宝库谁都不许开。其余两家家主见到池小小不免心虚，池小小不是为了那个男人必死关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冒出来？现在我们还没拿到宝库里的东西，不好跟他直接翻脸了。张家主却是很硬气，不过是个满脑子都是男人的小丫头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可下一秒就一脸献媚走进池小小，盟主您闭关多年有所不知，我家豪儿这次在秘境意外寻回了正义神剑，此次是我们来请出宗门秘宝重振正天盟的。在场众人更是全部跪下，恳请池盟主打开宝库，重振正天盟。池小小一脸傲娇，就算你们这么说也不行啊，里面的东西可是打死我也不能让别人看到的呀。这一幕让一旁的我无比心急，这个笨丫头该不会真的被这帮人糊弄住了吧？绝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。当即抓住安然大喊：混账女人不识抬举，你的亲传弟子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，不想让他死就乖乖打开宝库大门。闻言众人不由一愣，气氛变得一时有些尴尬。反应过来的张家主破口大骂：张三你个傻逼，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池小小眼神冰冷，周身灵气激荡，一群叛徒，你们对安然做了什么？话落提剑就向着众人杀去。我连忙提醒大长老，您快去帮家主，小的这就去叫援兵来。心里不由得开心，等你们打到两败俱伤，宝贝就都是我的了。我趁机来到宝库大门前，系统一脸鄙夷的吐槽：你坑起自己的后宫，还真是不带犹豫的。女人只会影响我升级的速度，更何况那女人可是想要我命的。此时张家主等人仗着人多，和池小小打得有来有回，一人趁机溜到池小小背后，提剑就扎了过去，却未伤到她分毫。池小小回身一拳将之击飞。张家主见状大惊，没想到这女人居然修成了金身，难道她真的触摸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境界？只见池小小提剑指向众人，有我在，你们休想翻天。却在这时传来轰隆声，那宝库大门被我打开，可看清里面东西的我不由得爆了句粗口：这特么的都是什么鬼？只见宝库里赫然挂着一副我的照片，之前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武器，就连用过的牙签都在这里。卧槽，我还以为正天盟秘库里有什么宝贝呢，怎么全都是我用过的东西？这女人变态吧？系统也是不敢相信，不愧是第一个满好感的女子，居然能做到这种程度。随即不怀好意的捅了捅我，看样子池小小她对你真是念念不忘啊！我冷汗直流，她一定是恨透了我。看到这把看上去就很厉害的剑了吗？这把剑是当初成立正天盟没钱，我用来骗钱的伪装灵剑。当时我怕这傻丫头不会撒谎，特意连她一起骗了。没想到她为了记这个仇，居然把这剑找回来了。还有这根竹签，当年我给她带的糖葫芦不小心掉地上被马车碾了，我懒得重新买，就骗她说这是我特意找的扁糖葫芦。系统闻言也是恨不得扇我2巴掌，所以我现在绝对不能被她发现。系统碎片在哪？帮我找到了就赶紧走。系统赶紧开启扫描，片刻后开口：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宿主想先听哪个？好消息是碎片确实在这座宝库里没错，但这座宝库里的所有东西都有扫描反应。我闻言微微一愣，捏起他的脸皮：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么多东西全部打包带走？这么多东西，我就是把你灌满了也塞不下呀！就在这时，张家主摆脱池小小冲了进来，看到里面的东西也是一愣，不过又哈哈大笑起来。没想到正天盟的秘宝居然是那魔头道明子的传承。他走到我面前，阴冷地看着我赶紧微笑着打招呼：家主您来的正好，我已经探明了这宝库里的机关陷阱，请放心的搜刮吧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抬手就要击杀我。张三，你这叛徒，我要杀了你！这一掌结结实实的打在我的胸口，却被这宝库里面的各种法宝轻松挡下。张家主跟见了鬼似的，如此强大的宝物，你这贱奴是如何驾驭的？
我则微笑地看着他们，看来你们还能认得自己的主人是谁啊？此时池小小也终于将挡住他的人全部击飞，慢慢走进宝库，眼中杀意满满。你们都看到了什么？见到他的一瞬间，我就知道自己死定了，因为他对我的恨意比宗门叛乱还要高。张家主见状也赶紧对我开口：停手吧，张三，你我是族内争利，可别让外人捡了便宜。好啊，数3、2、1一起停。可就在数到1的时候，我们两人同时向着对方动手。池小小眼中含泪，一眼就认出了我，就这副德性，果然是师傅没错。当即举起手中灵剑，周身更是五行灵气激荡。见此，我心中不免骂娘：卧槽，这一剑肯定是冲我来的，这老王八蛋可害惨了我。张家主心中也满是惊恐，跟这狗奴才同归于尽不值得，老夫绝不能死在这。随着五行剑气袭杀而来，张家主赶紧抽身躲开，没想到数把武器同时朝着他胸膛扎去。张家主忍着剧痛，到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亲卫张三今天行为诡异，当即指着我大喊：没想到堂堂正天盟主居然和你这狗奴才有一腿！我赶紧矢口否认：放屁！我警告你个老登别血口喷人啊！池小小最重视自身名节，你个老登这么说是怕我不死啊？却没想到池小小竟然直接承认了，是又怎样？这回答一时给我整懵逼了。张家主慢慢拔出插在身上的剑，熊熊黑炎附着其上，眼神阴狠威胁道：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就不怕老夫会说出去吗？可惜我张家这昊天黑炎就是断气神火，这里的宝物都可以被我强行据为己用。话落，他手里的灵剑已经被炼化收为己用，同时我耳边传来系统提示：恭喜宿主成功搜集到系统碎片星号1。我心中一动，原来将道具上原本我的灵魂烙印抽出，就可以获得系统碎片了。我似乎有办法了。张家主提剑就朝着池小小杀去，当的一声，这一击直接被池小小轻松接下。本盟主为了击败道明子闭关这么多年，你又凭什么认为用1、2件道明子的兵器就能打败我？我微微一笑，随即将这里的各种武器灵宝朝着张家主扔去。家主不要灰心，一件不够就多用几件一起上。张家主一脸懵逼的将之全部抱在怀里，昊天黑炎瞬间将之全部炼化，随即铺天盖地的朝着池小小扔去。我看着收集到的碎片，心中大喜，原来想要找回修为这么容易啊！系统一连比一个吐槽，为了找回修为，居然害自己的弟子置身绝境，你这人也太畜生了吧！池小小一边抵挡一边瞥向我大喊：道明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转头指了指自己，开始装傻。池盟主是在叫我吗？只见池小小直接向我扑来，你还想要装蒜到什么时候？就算变了样子也变不了你犯贱的本质，化成灰我都认得你。说着话直接伸手就朝着我脑袋抓来，还是快点露出你的真面目吧。